大家好，我叫高松，我是一个义拳学生。我准备讲一讲我们义拳的祖师爷王香哉王老先生的人生故事。按理说我不应该直呼祖师爷其名，但是为了方便大家听明白，在接下来的解说中，包括王香哉在内的所有出现的人物，我都会直呼其名，请大家理解。由于年代的原因，关于王香哉的资料除了少量图片以外，只有文字。所以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您大部分时间只会看到我的脸。我小时候眼睛受过伤，所以现在总是需要不停地眨眼睛，也请大家理解这一点。我会根据王香哉拳学4个发展阶段，讲解王香哉从出生到去世之间我搜集到的所有故事。这里必须先用几句话介绍一下王香哉拳学。王香哉1920年代创立义拳，义拳以形意拳为基石，吸收了少林拳法中的立禅功及冷脆快的打法，融合了太极拳的用力方式，在下盘功夫上采纳了八卦掌、鹤拳、峨眉拳的步伐与身法，在手法上借鉴了西洋拳的拳架。总体来说，义拳融合了诸多拳种的实用技巧。该拳学成熟于1940年代，王香哉逐步将传统拳术的套路习练过渡为无套路、以实战为目的的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这个系统又称为7妙法门。这7妙为站桩、示力、走步、发力、示身、推手、实坐，在当时被张弼等人推名为大成拳，而后在1960年代又恢复称为义拳。现在我来讲一讲王香哉从1886年出生到1907年出走去北京期间的故事。这段时期是王香哉拳学人生的开始。王香哉出生于1886年，早在王香哉出生前的几十年间，清廷急速衰败，为延续其统治，强制推行以民养政的政策，致使农民赋税成倍增长。同时，清廷贵族、地主阶级疯狂圈地，最终使得大量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无固定住所，随后爆发了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等。另外，自从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列强不断侵扰中国，到王香哉出生之际，社会极其动荡，盗匪乡霸横行，老百姓对社会充满了恐惧，民间出现了中国从未有过的习武之风，武术的积极之用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沿海城市、工商业、银行业大量兴起，这些私产甚至国家机构为了自身的安全，均不得不雇佣大量有功夫的人。这一时期，大量传统武人开始从农村走向社会，从民间走向军政机构。教拳与习武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传统，致使大量武术宗师相继出现。用王香哉自己的话讲，他赶上了传统拳大师云集的一个尾巴。与王香哉相近时代的武人，被今人称之为国术大师的不下有数十人，如郭云生、李存义、尚云祥、张占奎、钱彦堂、薛颠、孙禄堂、刘凤春、杨少侯、杨成甫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代，拳种观念几乎是深入武人骨髓的。武人的身份通常以拳种作为一种参照，少林、形意、太极、八卦、搓脚、翻子、燕青、梅花、通背等等数不尽数。相同拳种又有新的拳术流派不断产生，如形意拳。以形意拳李存义这一支为例，李存义教授了唐云路、尚云祥、薛颠等人，而后徒弟们又因技法差异，形成了唐传形意、上式形意、象形术等流派。随着拳种的发展，大量技艺精湛的武人不断涌现，社会开始注重武的获得，也就是师承关系的重要性越发得到体现。师承关系影响到所有人，大家记住这句话，在那个时代，师承关系影响到所有的武人。与文人入仕一样，武人大多数散居各地，各劳其事，各事其主。有自己开武馆的，杨露禅、刘凤春、杨少侯等人便属于这一类。也有在各省衙或国民政府单位里供职的，如八卦掌宫保田早年是四品带刀侍卫，而后受聘于张作霖做武术教习。形意拳李存义1890年在军人刘坤一帐下教士兵，而后任两江总督、督标把总。
李仲轩年轻的时候在天津财政局当保镖，郭云生、董海川、尚云祥等人都有过官府中当值的经历。当然，更多的武人在各类商会、行会、银行、镖局或码头担任保镖或镖师。武人们存在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其个体有多大功夫或身上有多少东西。武人在各个行业谋生的同时，也代表各自的权种广泛的进行互动与交流。诸多武人或权种之间常常会因有多大能耐来比个高下，个体之间较高低成了武林中的一个常态，时常出现争强好胜的图景。这个时期各武术权种百花齐放，王香斋更是在他的人生机遇中创立了新权种义拳。那么我们正式从他出生开始说起。王香斋家住在河北申县魏家林村，河北申县是武术之乡。李洛能、刘其兰、郭云生、李存义、陈廷华等拳学大师都曾不断强调他们是申县人。魏家林村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村里男性几乎人人都练武，王香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武风浓烈的村落。但是王家人最初是想让王香斋以文为出路的。王香斋祖上行医业，曾祖父在乾隆年间的养济院任职，官道不如意，而后举家迁到河北。王香斋的祖父继续学医，却没有从医，在申县的一个商铺里做了会计。到了王香斋父亲王本章这一代，家里就想让王本章读书。然而王本章一直是榜上无名，为了讨生活，便在乡间做些药材生意，经常往返于山西以及今天的内蒙古中南部一带。王香斋姐弟3人，他排行老二。王香斋有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弟弟在21岁时去世。王香斋出生时，姐姐已经外嫁，嫁给了李正山。由此也可推断，姐夫李正山应该比王香斋至少要大10几岁。这位李正山，大家请记住，他是形意拳大师郭云生早期收的徒弟。王香斋出生后身体非常孱弱，王家父母便带着他到处求医问药。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虽然他的身体略有好转，但还是落下了一个喘急的病根，时而发作。而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香斋身体一直非常虚弱。然而家里几代人都有考取功名的想法，对这个长子的期望也是较高的。王家较早的便开始教其识字，读各类书籍。从其青年时代的书法、拳谱造诣上来看，王香斋少儿时文字功底还是较为扎实的。王香斋家里世代行医，《内经》是儿时王香斋的重要读物。后来他的拳论中有大量《内经》引入，这是与熟读《内经》有诸多关系的。王香斋对《内经》熟知，是他与其他武人的一个重要差异。一直在读儒学经典，王香斋的身体是吃不消的，家里人看着不行，就不让他读书了。当然，也正是这一段蒙学，为王香斋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这段学习的历程为他后续岁月里继续读书、撰写拳谱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大家请记住，王香斋以后还有一个机遇会继续攻读诗书，他的文学造诣还有一个质的飞跃。从此，王香斋走上了习武之路。王香斋的父亲给他寻师之际，恰巧形意拳大师郭云生回家养老。郭云生外出多年，房屋已不能住，便住在他的徒弟李正山的家里。李正山就是王香斋的亲姐夫。李正山的存在恰好为王香斋拜郭云生为师提供了天然的连带关系，但王香斋拜师的过程是极其曲折的。那么郭云生是何许人也？郭云生是河北申县西马庄人，自幼习武，先后学习长拳、八极拳，最后师从形意拳大师李洛能。在李洛能家苦练形意拳12年，得其真传。郭云生一程回乡后，偶然打死当地恶霸窦宪军，因多位乡绅及百姓为郭云生说情脱罪，当时的县令钱希彩爱惜其财，以误伤人命，将其投入死囚牢。白天郭云生在牢里仍刻苦练拳，因带着脚镣，故只能进一步跟半步，将形意拳奔拳改为半步奔拳。到了晚上，则被钱县令偷偷放出，教其子钱彦堂拳术。这样过了3年，逢光绪帝婚典，大赦天下，郭云生才获自由。此时他的半步奔拳绝技已练至登峰造极，
在武林中有半步奔拳打天下的美誉。再后来被清廷六陵总管谭从杰聘为府内武师，进而成为清廷皇室载淳、载濂等人的武术教师。郭云生是形意拳发展谱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徒弟有齐振林、钱彦堂，钱彦堂就是之前说的钱县令的儿子，刘永琪、李殿英、许占鳌、魏老帅、李正山等人。郭云生晚年著书立说，留有《解说形意拳经》。武术圈子里都知道郭云生功夫好，但收徒规矩也很大，一般人他看不上眼，向来有非其人不能传，非其人不能教。王香哉的父亲知道形意拳是内家拳，有内养的做法，考虑到王香哉的身体，找郭云生习拳是一个最佳选择，于是王父便找到了郭云生，然而被郭云生以患有足疾不便收徒给拒绝了。郭云生的足疾应该是坐牢时留下的，但应该不是郭云生不收王香哉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两个。第一，王香哉身体不够好，在当时看来不是练拳的好苗子。第二，王香哉的年龄太小了，从师承关系上来说，老师傅一般不收小徒弟的。俗话说，老师傅小徒弟，徒弟以后可能是要给别人当祖宗的。然而王父并未放弃，思考了许久，他找来了远房亲戚赵月亭先生做说和人，又带着王香哉来找郭云生。赵月亭与郭王两家都有亲戚关系，郭家素来尊重赵月亭，在赵月亭与王父的恳求下，郭云生便答应让王香哉留下来练练看，但并未举行拜师仪式。那个时候拜师仪式就是徒弟拿上1、2份礼物，找个时机，师傅召集门内门外的人做个见证，徒弟磕了头，师傅收了礼，这算收了这个徒弟。否则门里的人不认你，门外的人也不认。此时王香哉并未行拜师之仪，因此后来王香哉在武林中诸多拳家不承认王香哉是郭云生的徒弟而排挤他，他的身份也一直遭到不少武人质疑。1894年可以说是王香哉一生拳学生涯的起点。这一年8、9岁的他正式住在了姐夫李正山家里，跟郭云生学拳。到1903年郭云生过世以前，长达9年的时光里，王香哉一直跟随郭云生习拳。郭云生在施教过程中，从王香哉的身体情况出发，对王香哉予以养，施以专攻教学以及意志的锻炼，为王香哉后续拳学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种子。王香哉在晚年回忆学艺之初时曾这样说，当年入门后，郭先生是不教拳的，只教一个桩式浑圆桩。郭先生一年四季起得都很早，起来第一件事即站桩、走行桩。他吩咐我要起得比他早，我每天5点左右便起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站桩，先给祖师爷上一炷香，站一炷香后再给祖师爷上一炷香，然后继续站。现在来看，一炷香足有1个小时左右，显然王香哉当时站桩的强度是很大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常常累得回到家里上不了炕，得用手把自己的腿搬上炕。除了练站桩外，此时郭云生让王香哉练的最多的一项便是抖大杆。抖大杆是北方各派拳家的一种通用的练功方式，杆子长4米多，是让死东西把身上的劲练活的一种功法。除了站桩与抖杆之外，郭云生时常带着徒弟们靠墙练功。据说这是郭云生在坐牢期间在牢房里琢磨出来的练功方式。城墙劲是郭云生的另一项绝技。出狱后教徒弟时，他时常让徒弟们到城角上找找劲，靠墙站桩也变成了他训练的一种独特方式。就这样，王香哉桩功习练3年以后，使得他身体状况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对拳养的功用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奠定了他与其他武人的区别。师从郭云生3年有余，王香哉一直非常刻苦。郭云生亦发现其有所精进，对其意志也颇为肯定，从心里便认同了这个徒弟。据王香哉晚年回忆讲，郭云生的一生从学者甚多，但由于其教授非常严格，能坚持练出来的人不多。他练功刻苦，倒也称了郭云生的意。而后在王香哉的不断尝试下，郭云生才让王香哉开始尝试着走1、2个拳式，再过了很久才开始练习5行拳、12行拳等。从本质上看，郭云生的教法非常注重功力，
王襄在后续教拳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功力，显然与其师傅的这一理念是一脉相通的。这一段习艺期间，有2件事对王襄哉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是观陈廷华演拳，二是一胜一负之打的经历。据王襄哉晚年对徒弟们讲，他一生遇拳家数十人，但令其折服的人不多，其中陈廷华先生是他十分佩服的一位前辈。王襄哉曾在多种场合称赞陈廷华的拳术、技艺与人品。1940年在答时报记者问的时候，他讲：“于幼时曾与陈廷华先生晤，回忆其神情，真若神龙游空，百折千回，令人难追其功。”那么陈廷华是谁呢？陈廷华是河北省申县陈村人，自幼入京，在眼镜店里学徒，期间坚持习练武术，以制镜为业，江湖人称眼镜陈。在后来投师董海川门下，深得八卦掌之金傲。在申县的老百姓心中，能打的这些人都是能人，是有大功夫的。陈廷华就是这样的人。陈廷华后来得到当时朝廷的赏识，有一年申县的知府还送到陈廷华老家一块节孝可封的匾额，因此陈廷华这个名字在河北申县可谓是家喻户晓。据说陈廷华回故里祭拜祖上时，专程访问郭英生，并演武给其看，求其指点。此时王襄哉恰巧在郭英生身边，他因此有机会看到陈廷华演拳，并为之着迷。非常可惜的是，陈廷华于1900年在北京街头死于洋人的洋枪飞弹，享年52岁。通过观看陈廷华演拳，王襄哉对八卦掌有了些许认知。多年后，在其他八卦掌门人的帮助下，得以抽取八卦掌步法、身法入其新拳学系统。1900年，河北保定府会友镖局在押镖过程中被劫了镖。按江湖规矩，干镖行被劫了镖，不但要给保主赔钱道歉，在武林中也失去声誉。为了挽回情面，一般都会找武林中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人出面作证。等生意好了，这个作证的人便自然会退出来。郭英生在北方武林界的名声在外，会友镖局大镖头王某与他有交情，并且也从学于郭英生一段时间，想请郭英生为其出面。郭英生当时年迈又身患足疾，便辞去邀请，为表示诚意，让王襄哉带着亲笔信前往保定当面回复王镖头。王襄哉骑着驴找到镖局，已经过了晌午。王镖头见回信来的是个小孩，有些颇为不满，便让伙计招待王襄哉休息片刻，等待晚饭。伙计领着王襄哉到偏房歇息。王襄哉跟着走到院子里，一回身看到院内两侧兵器架上有许多兵器。10几岁的练武人见到器械，心里非常喜欢，顺手就拔起一根白蜡杆子，打算试试手。伙计一看他动兵器，便大喊镖头出来。王镖头跑来，怒斥道：“小孩子不许乱动！”并随手夺王襄哉的白蜡杆。王襄哉拿到白蜡杆子，正欲抖一抖，镖头喊停，他也停不住了，一顺手便将镖头抖跌在地上。这里要介绍一个镖行的规矩，如果有人动大杆或杆子之类，则表示挑战。王镖头看到王襄哉动杆子，知道他不是挑战的意思，便匆匆要将其手里的杆子争夺下来，于是便发生了上面的事。从这个事我们可以看到，王襄哉此时身上确实有些劲力，但是他尚并不能做到随动随停，因此他一出手未能收住，抖倒了镖师。王镖头鉴于面子上要过得去，当时并未恼火，反而夸赞道：“小小年纪有这个劲力，确实有些郭先生的东西。”然而王镖头心里是不满的，而后去找了武人刘伟祥来与王襄哉交易。王镖头把挨斗的事情与刘伟祥说了一下，并讲郭英生的小徒弟功力纯。刘伟祥是保定当地出了名的拳师，功力雄厚，生来好战。刘伟祥听闻王襄哉如此厉害，便来了镖局，看到王襄哉就是个小孩。刘伟祥心想，郭先生那么大年纪，怎么会有这样的小徒弟？一想王襄哉就是打着郭英生的名号招摇撞骗，更加恼怒，便和王襄哉动起手来。刘伟祥出手狠，根本就没让王襄哉有反应时机，3两下便将瘦小枯干的王襄哉打到炕边，一下子推倒出去。北方人睡火炕，王襄哉由于躲闪不及，砸在镖局的火炕上，
王香哉把连着火炕的烟筒也砸倒了，于是便有了后人所说的把王香哉打到烟筒里的说法。刘伟翔的名字我们以后还会提起。旧派武人习武过程中往往是打练结合的，然而这种打练结合通常是在师门内部进行的，师兄弟之间大多会留守，因此缺乏真实性，所以大多数武人难以体验到真实击击的残酷性。这次与刘伟翔对抗落败，对王香哉的触动很大。晚年的王香哉也曾和门人们说，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明白摔人是怎么个劲，真动起手是生死相夺的玩意。经过一胜一败的事件后，王香哉对拳术实战有了诸多认知。然而他很疑惑抖杆子为什么能把对方抖倒。他曾问郭英生，他们说我得了你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师傅，我怎么不知道呢？郭英生并未回答，一时的他对拳术充满了好奇。另外，王香哉曾与徒弟们讲，打那时起他才知道郭英生名头那么大，于是便对师傅所教的东西特别在意。从这一时期起，郭英生开始教授王香哉实战技击之法，并让他与师兄弟们一起进行实战练习。郭先生让师兄弟们习练技击，讲真打。虽然师兄弟之间也会留有情面，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不留情面的，否则郭先生会痛斥徒弟们。因此每次习练技击之初，大家都是心惊胆战的。恰逢此时，郭英生脚疾发作，加之早年在牢里留下的风寒症急发，卧床不起。王香哉一直对郭英生悉心照顾，郭英生夫妇为其行为所感动。郭老夫人看到王香哉如此尊师重道，小小年纪孝道可嘉，常常感叹道，你师傅当年还不愿意收你，这不捡了个宝贝，你们爷俩真是缘分呀，碰上一个你这样倒真也不容易。百善孝为先，王香哉对郭英生的尊重一度得到他的认可，郭英生自然对王香哉有了诸多细微的关照。1903年，王香哉得以跟随郭英生来到山西太谷。郭英生与师兄车义哉等人商议12行拳的排列序次，并对形意拳门人所占的字号进行确定。从山西太谷回到深县不久，郭英生突然离世，时间大概是1903年底。通常情况下，对于一个习武人来讲，师傅离世往往会另寻他师，或离家谋个出路。而对于王香哉来讲，这一时期他的习武之路并未终结，而另一个人帮助其习武，这个人便是姐夫李正山。据说郭英生活着的时候，由于有足疾，部分动作是难以做到位的，此时郭英生便让李正山带领师兄弟们习拳。传统武林这样的情况亦不少见，人们将这种行为称为代师授意。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王香哉一直与姐夫一起习拳。不过此时的王香哉一边习武，一边要帮忙家里打点生意。这一时期，王香哉偶尔会跟随父亲前往外地跑药材生意。有一次碰到了一群匪徒，王香哉几下便打倒了好几个，其余的都吓走了。自此，王香哉发现自己有过人之武力，心里十分高兴，练功便更加用心，一有空就来到李正山家里练拳。然而这一时期缺少了师傅郭英生管教，家人与其姐夫对其约制性又不强，王香哉便逐渐散漫起来。1906年前后，王香哉跟其亲戚邱兰坡学会了赌博，不久以后被其母亲发现。那时候赌博是人所不齿的恶习，哪一家出了赌徒，必定招来家族人的谴责。一个重传统、家风良好的家庭是不允许他的子女背离传统的。王母发现王香哉染上赌习后，便将其痛斥了一番。王香哉心中惭愧，感觉无脸待在家乡，于是1907年，王香哉离家前往了北京城。王香哉到了北京以后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将在下一个视频为您讲解。再会。